大家好，我是静宇。今天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人。我家一共有4口人，我的爸爸妈妈、弟弟和我。我爸爸今年55岁了，现在在一家工厂当保安。虽然工作不算辛苦，但是工资也很低，一个月只有1500元。他平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少。他不喝酒，也不抽烟，只是偶尔去饭店吃一顿饭。所以他对自己的工资也算满意。他每天早上8点骑自行车去上班，中午的时候会在工作的地方吃午饭，下午6点下班。父亲是一个特别乐观和冷静的人，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，他总会很勇敢地去面对。他经常告诉我，人生中所有的经历都是上天对你的安排。说完了我的爸爸，接着讲讲我的妈妈吧。妈妈的性格和爸爸很不一样。她是一个容易发火的人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我弄丢了5毛钱，这是我一天的零花钱。回家后，我妈妈骂了我好长时间。当时我甚至会恨她。但是随着我慢慢长大，知道了很多家里的事情，也就理解了她为什么会因为一件小事发火。我妈妈今年52岁了，比我爸爸小3岁。她是一名环卫工人，工作很辛苦。同时，她还在一家养老院做兼职，需要照顾10个老人。我和弟弟经常劝她不要这么辛苦了，但是她一直不听我们的话。妈妈特别善良，工作也很认真，和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。只是我觉得她这辈子太辛苦了。结婚之后没有享受过生活，一直在为家庭付出。我和弟弟都很心疼她。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工作，希望能够多替妈妈分担一些。如果让我选一个自己心中最伟大的人，那一定是我的妈妈。我弟弟从小就很调皮，经常犯一些错误。他很聪明，喜欢钻研。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妈妈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希望。到了初中，接触了更多的新鲜事物，学习成绩就慢慢下降了。后来他喜欢上了电影，
上课的时候会偷偷地写剧本。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导演。但是在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里，搞艺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所以我和妈妈都不支持他。弟弟高中只读了1年就辍学了，他想自学拍摄和剪辑。妈妈和他大吵了一架。他很担心弟弟的未来。在上一代父母的认知中，只有读书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出路。我也一直在劝弟弟，但是最后也没能阻止他。离开学校以后，爸爸用信用卡给他买了一部相机。这是我们家当时1年的生活费。弟弟又去饭店兼职，买了一台电脑。就这样，开始了追求梦想的旅程。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，他也慢慢成熟起来。如果你们对这些事感兴趣的话，我会专门为他出一期视频。最后来聊聊我吧。我比弟弟大3岁，他26，我29。我算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，从小学习成绩不算优秀，也没有弟弟那么多新奇的想法。高中刻苦学习，考上了大学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在英国读了1年的研究生。现在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，做着很普通的工作，拿着很普通的工资。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。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，吃完早餐后坐地铁去上班。下班后会和同事一起去逛街。晚上回家看看电视剧。周末还能来一次短途旅行。只不过离我的家人有些远。每年能回家陪父母的时间很少。希望有一天，我能把他们接来上海生活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静宇。今天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人。我家一共有4口人，我的爸爸妈妈、弟弟和我。我爸爸今年55岁了，现在在一家工厂当保安。虽然工作不算辛苦，但是工资也很低，一个月只有1500元。他平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少。他不喝酒，也不抽烟，只是偶尔去饭店吃一顿饭。所以他对自己的工资也算满意。他每天早上8点骑自行车去上班，中午的时候会在工作的地方吃午饭。
下午6点下班。父亲是一个特别乐观和冷静的人，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，他总会很勇敢地去面对。他经常告诉我，人生中所有的经历都是上天对你的安排。说完了我的爸爸，接着讲讲我的妈妈吧。妈妈的性格和爸爸很不一样。她是一个容易发火的人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我弄丢了5毛钱，这是我一天的零花钱。回家后，我妈妈骂了我好长时间。当时我甚至会恨她。但是随着我慢慢长大，知道了很多家里的事情，也就理解了她为什么会因为一件小事发火。我妈妈今年52岁了，比我爸爸小3岁。她是一名环卫工人，工作很辛苦。同时，她还在一家养老院做兼职，需要照顾10个老人。我和弟弟经常劝她不要这么辛苦了，但是她一直不听我们的话。妈妈特别善良，工作也很认真，和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。只是我觉得她这辈子太辛苦了。结婚之后没有享受过生活，一直在为家庭付出。我和弟弟都很心疼她。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工作，希望能够多替妈妈分担一些。如果让我选一个自己心中最伟大的人，那一定是我的妈妈。我弟弟从小就很调皮，经常犯一些错误。他很聪明，喜欢钻研。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妈妈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希望。到了初中，接触了更多的新鲜事物，学习成绩就慢慢下降了。后来他喜欢上了电影，上课的时候会偷偷地写剧本。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导演，但是在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里，搞艺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所以我和妈妈都不支持他。弟弟高中只读了1年就辍学了，他想自学拍摄和剪辑。妈妈和他大吵了一架，他很担心弟弟的未来。在上一代父母的认知中，只有读书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出路。我也一直在劝弟弟，但是最后也没能阻止他。离开学校以后，爸爸用信用卡给他买了一部相机，这是我们家当时1年的生活费。弟弟又去饭店兼职，买了一台电脑。就这样，开始了追求梦想的旅程。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，他也慢慢成熟起来。如果你们对这些事感兴趣的话，我会专门为他出一期视频。最后来聊聊我吧。我比弟弟大3岁，他26，我29。我算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，从小学习成绩
不算优秀，也没有弟弟那么多新奇的想法。高中刻苦学习，考上了大学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在英国读了1年的研究生。现在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，做着很普通的工作，拿着很普通的工资。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。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，吃完早餐后坐地铁去上班。下班后会和同事一起去逛街。晚上回家看看电视剧。周末还能来一次短途旅行。只不过离我的家人有些远。每年能回家陪父母的时间很少。希望有一天，我能把他们接来上海生活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哦。